莫斯科的天空彻底被大火照亮了。8月18日凌晨，超过60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向莫斯科。俄罗斯民众一抬头就能看到一架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莫斯科上空漫步。克里姆林宫的防空警报拉得震天响，但依旧无用。莫斯科仅拦截了201架，剩下的400架无人机去哪儿了？我们都能猜到。在本次袭击中，乌军击中不少俄罗斯目标，还中了几次大奖。距莫斯科市中心东南20公里，克列季诺的野煤仓库被击中，占地5.6万平米。位于莫斯科塞维尔诺耶的多莫杰多沃仓库也被击中，大火烧得很旺，半个莫斯科都被浓烟笼罩。这段时间，乌克兰对俄本土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8月份已经刷新3次记录了。8月2日，俄国防部宣布，单日击落1158架乌克兰无人机。8月6日，这个数字变成了1155。到了8月16日，这个数字更是直接涨到了1478。这还只是击落的数量，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比这个多很多。至于多了多少，俄罗斯有什么损失，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尿性，不可能通报。火力军估计，接下来这个数字还将被刷新。泽连斯基说，要让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面临上千架无人机袭击，绝非空谈。相比较无人机，普京更担心的还是火烈鸟。根据俄罗斯独立调查媒体通讯社的报道，在2026年夏天，乌克兰自研的火烈鸟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的打击频率比半年前直接翻了1倍。2月到5月这4个月的时间里，俄军在全境总共才报告拦截了31枚火烈鸟导弹，但从6月开始，仅2个多月时间，俄军报告拦截的火烈鸟就飙升到了57枚。而在刚刚过去的短短2周之内，俄罗斯官方声称击落的火烈鸟导弹就至少有25枚。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架无人机在前方探路，后面还跟着导弹。这场侵略战争的代价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每一个俄罗斯人眼中，这让俄罗斯内部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俄罗斯的反战青年开始驻无储坚。8月13日，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伴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俄罗斯黑海舰队第4潜艇旅副司令罗伯特·曼苏罗维奇·沙吉耶夫被定点清除。这位可不是普通人，而是一名乌克兰叛徒。在2014年，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之前，沙吉耶夫原本是乌克兰海军的军官。在克里米亚事变中，他背叛了自己效忠的国家和人民，转投俄罗斯海军，随后平步青云，当上了黑海舰队核心潜艇部队的副指挥官。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沙基耶夫多次指挥俄军的基洛级潜艇向乌克兰发射口径导弹。早在几年前，乌克兰司法部门就已经正式缺席审判，指控其犯有叛国罪和逃兵罪。这一次，乌军将其审判。8月16日，俄联邦税务局的数据显示，沙基耶夫名下的纳税人识别号已经被正式注销失效。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该自然人已经确认死亡。俄联邦安全局声称，这起行动由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一手策划，而这起行动的背后还牵扯出了一张让克里姆林宫脊背发凉的暗网。俄联邦安全局在索契逮捕了一名名叫玛格丽塔·罗伊特的俄罗斯年轻女子。这位女孩长期在索契与克里米亚往返。根据俄方的指控，正是她在暗中协助乌克兰情报部门搜集并锁定了沙基耶夫的日常活动轨迹与车辆信息。俄罗斯人驻无储坚，出现这种事，火力军只能说，俄罗斯内部反战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在2025年7月，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哈利亚火车站时，这位姑娘就在公开场合高喊“活该俄罗斯人”，随后被俄罗斯警察拘留2天，并处以3万卢布罚款。到了2026年2月，她更是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写道：“我为自己是一个俄罗斯人而感到深深的羞耻。”最终，在2026年8月，她将自己的愤怒转换成了对侵略者的致命一击，协助乌克兰情报部门成功除掉了这名乌克兰叛徒。这向克里姆林宫证明了一件事：内乱已经不可避免。当俄罗斯的年轻人宁可冒着重罪也要协助乌克兰惩处罪犯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就已经行不通了。乌俄前线，克里姆林宫再次修改夺取顿巴斯的最终期限，而乌军即将全面收复第聂伯罗州。8月17日，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爆料，克里姆林宫将夺取顿巴斯的最终截止期限从2026年的12月31日推迟到了2027年的秋季，从2022年2月的3天拿下基辅，到后来的几个月内解放顿巴斯，再到2024年底、2025年底、2026年底，如今已经推迟到了2027年秋天。这种不断往后拖延的戏码，火力军看了都想笑。对于普京而言，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一个绝对不能停下的死局。
为了维持战争，俄罗斯付出了数十万人伤亡，经济全面转向战时体制。如果连夺取顿巴斯这个最低战略目标都无法达成，俄罗斯社会哪怕再麻木，也绝对无法接受。因此，普京根本不敢停火，只能帮着整个俄罗斯往火坑里跳。在此之前，莫斯科寄期望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能通过削减队伍援助，对基辅极限施压，来帮助俄罗斯在谈判桌上拿到战场上拿不到东西。但乌克兰政府和军民粉碎了这种幻想，立场非常清晰且坚决。如果要谈，必须在目前的实际接触线上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引入国际维和部队进驻监督，再开启谈判。现在莫斯科把目标推迟到2027年秋季，本质上是在赌，试图在未来的2到3年内，在俄罗斯国内发起大规模动员。如果到了2027年秋天，耗尽了最后一批动员兵与冷战库存武器的俄军依然无法突破乌克兰的顿巴斯防线，那么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彻底崩溃的战场现实。到那时，和平的曙光才可能真正到来。在顿巴斯僵持不下的同时，在南部的第聂伯罗方向，乌军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8月17日，乌克兰总参谋部消息人士证实，乌军在第聂伯罗地区的反击行动进展极其顺利，目前已经恢复了对该地区几乎全部领土的控制。整个州境内只剩下达赫内这一个定居点周边仍有小股俄军在负隅顽抗，乌军正在全力围剿，彻底将侵略者踢出该州的边境线。这场战果是乌军自2026年1月从亚历山德里夫卡发起持续攻势以来的重大胜利。在过去大半年的时间里，乌军通过步炮协同、无人机密集遮断以及精准的装甲穿插，已经在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和扎波罗热交界区域解放了整整26个定居点。与此同时，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精确打击再取战果。8月16日，克里米亚之风披露，格瓦尔季希克空军基地发生剧烈爆炸并燃起大火。根据美国宇航局的热成像数据显示，空军基地的弹药储存区以及军机停机坪附近同时出现了大面积的高温起火点。当地居民在下午4点半左右目睹了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低空掠过，随后基地内部便传来了密集的2次讯爆声。格瓦尔季希克是俄军在克里米亚最核心的航空枢纽之一，驻扎了大量的战机和黑海舰队航空兵，承担着整个南部战线的空中掩护与后勤维护重任。早在7月5日，俄军就已经用远程火力敲打过这个基地，摧毁了周边的补给桥梁和弹药库。如今再度遇袭起火，证明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早已在长期作战中消耗殆尽。被乌克兰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趴了的俄罗斯空天军开启了一场土木工程竞赛。根据开源情报追踪，俄军目前已经在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14个重要军用机场建造飞机加固掩体，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基洛夫斯克、萨基以及格瓦尔季希克在内的核心基地，全部都在把原本露天停放的战机塞进混凝土掩体里。从开战初期在乌克兰领空狂轰滥炸，到今天像地鼠一样在后方机场疯狂打洞自保，俄罗斯空天军的战略处境一天比一天差。只是在乌克兰战场上屡屡碰壁的莫斯科并没有选择收手，反而开始在周边邻国和北约边境进行挑衅。摩尔多瓦也遭遇俄军袭击，波兰已经准备好俄罗斯全面作战。8月17日晚间，一枚来自俄罗斯的不明空中目标侵犯摩尔多瓦的领空。根据雷达的追踪，该目标沿着库丘尔干向蒂拉斯波尔方向高速移动，随后在塔尔马扎村附近从雷达屏幕上突兀消失。紧接着，距离村庄仅3公里的野外爆发出剧烈的爆炸声。乌克兰的防空监测频道证实，这是一枚俄罗斯班德罗尔型无人机导弹，在对乌克兰西部进行打击时，横穿了摩尔多瓦领空。短短几天内，摩尔多瓦领空已经遭遇3次恶性侵犯。8月9日，一种新型爆炸装置在摩尔多瓦边境附近爆炸。8月10日晚，又有一架俄军的沙赫德无人机公然闯入该国领空。摩尔多瓦政府已经召回了驻俄罗斯大使进行交涉。摩尔多瓦总统麦亚桑杜指出，克里姆林宫的这些无人机越境并非全是技术失误，很多是政治恐吓。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光是在7月15日到8月15日这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就有至少12架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不同程度地侵入了欧洲与北约国家的领空。战争研究所发出严厉警告，这绝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普京正在实施混合战争行动，通过不断让无人机和导弹在北约及欧洲边境擦边，测试北约各国的防空雷达的反应速度与拦截决心，并通过制造越境事件在欧洲社会制造恐慌，撕裂北约内部对于是否启动集体防御条款的共识。更重要的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试探，逐渐让侵犯主权的行为常态化，为未来更大规模的假旗行动、电子战破坏和军事挑衅铺平道路。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俄罗斯在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西部边境地带
秘密新建或扩建了至少10个全新的大型无人机作战基地。欧洲情报人员确认了至少59条全新的无人机发射导轨，其中有20多条发射导轨的长度远远超过常规规格，显然是专门为俄罗斯超远程重型攻击无人机定制的。其中一个发射场地的地下库房就有能力一次性储存1000多架自杀式无人机。这批新基地建成后，不仅大幅缩短了无人机飞入乌克兰领空的预警时间，更直接将华沙以及波罗的海3国的核心基础设施全部划进俄罗斯无人机的打击半径之内。面对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前推，波兰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切扎里·托姆奇克在接受专访时摊牌：“我们正在为与俄罗斯爆发全面战争做准备，尽管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场战争永远不要到来。”波兰军方已经彻底放弃了过去将冲突视为极低概率事件的幻想，将整个国家的能源系统、交通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切换到战时应急防御轨道。在波罗的海上空，北约与俄罗斯军机的短兵相接也已经到了擦枪走火的边缘。在4个月的部署期内，法国空军的阵风执行了39次针对潜在威胁目标的紧急实战升空。在其中的一次拦截行动中，法国飞行员在波罗的海上空与一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核心专机图 214PU 并排飞行。这架飞机是专门用于运送俄联邦安全局最高领导层，并在战时充当空中移动指挥所的飞机。法国空军拍摄的画面显示，这架专机的机腹下方加装了极其罕见的 LSZ-100激光自卫系统。这套顶级的反导防御系统此前只在普京专机上亮相过。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欧洲的经济绞索彻底收紧。欧盟最高外交官卡亚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起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轮对俄制裁方案。如果该法案在10月的欧盟外长会议上正式通过，现有的对俄制裁黑名单上的实体和个人数量将直接在现有基础上暴增1/3。此前欧盟通过的第21轮制裁已经将包括主要银行、加密货币洗钱网络、影子邮轮船队在内的近3000个实体和个人列入黑名单。俄罗斯损失了超过1万亿欧元。而根据彭博社披露的最新内幕，这一轮新制裁将另外1600多家俄罗斯军工供应链企业纳入名单。这些企业年营业额超过200亿美元，雇佣了26.5万名员工。看来欧洲要切断俄罗斯军工复合体，获取一切外部工业血液的可能。除了欧洲，朝鲜半岛也开始不安分了。朝鲜与韩国爆发了直接交火。在朝韩非军事区东段，多名朝鲜士兵再次短暂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韩国控制区，遭到了韩国军队的开火警告射击。这也是2025年以来朝鲜军队第17次通过越界挑衅测试韩方底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韩朝虽然局势紧张，但美国似乎想浇点水上去。在美国与韩国展开大型演习，以知自由护盾之际，特朗普突然宣布，出于与金正恩的良好交情，大幅削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这就有点难受了。最终美国会如何行动，我们拭目以待。总的来说，俄罗斯用4年多的时间，把一场入侵战争打成了一场埋葬自己国家未来的保卫战。黑海舰队被乌克兰打得不敢出港，莫斯科防空圈在600架乌克兰无人机与火烈鸟导弹面前沦为筛子，地面部队更是被乌军一路反推，逼得克里姆林宫把夺取顿巴斯一次又一次推迟。现在大火已经烧到莫斯科，很快就是克里姆林宫。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内部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件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视频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